打开无底的天窗，夜空点缀着星光。黑夜或许很漫长，却阻挡不了天亮。只要你驻守着希望，我懂你面对的困难，我明白坚持很难。别一个人承担，因为你并不孤单。其实爱就在你的身旁。爱会将心中的黑暗全部都照亮，每一束光芒都会变成力量。爱会在你荒凉心中播种出希望。别害怕艰难，幸福就在前方。幸福就在前方。别害怕艰难，幸福就在你的前方。是你啊！你为什么会受伤的？你为什么伤成这个样子啊？嘘，别那么大声，我没事。过马路的时候啊，差点被车撞到。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呀，都跟你说没事了，是皮外伤。你脚伤才刚刚好，还说没事。你看伤成这个样子，都叫你不要驾两班得势，你就是不听啊！别那么大声啊！你是不是要把妈吵醒啊？不行了，这样伤口会发炎的，我去拿药水啊！佩霞，煮了早餐没有？要不要我帮你啊？妈，哎，干什么？拿药箱做什么？谁受伤了？啊？妈，哎呀，怎么你会伤成这个样子啊？是我不小心，过马路没有看好。哎呀，你还不快点帮他查药水？哎呀，还是不要了，让我替他查吧。丽玲和丽宗很快就要起身上学了，你快去煮早餐给他们，快去快去啊！现在就去。哎呀，怎么伤成这样啊？妈，你不要担心，我没事的。你以为你还年轻啊？都已经47岁了，你每天还要开10多个小时的德式，睡又睡不够，又没有精神，你以为你是铁打的？有啊，我每天都睡6个钟头的。你不要骗我了，我们老人家睡觉很轻的。你几点回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只睡那2、3个小时，哪里够呢？虽然我们家里的负担是很重，可是你自己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我们一家大小全都靠你的了，你千万不可以粗心大意。唉，你从小就只会照顾别人，忽略了你自己。这些年来，你挨得多辛苦，妈全都知道。妈，我不辛苦。不管怎么样，
你以后要多休息，钱少赚点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要身体健康。妈现在已经是个药罐子，如果你为妈挨出病来，妈真的会很心疼的。妈，待会儿你休息好了，就赶快去看医生，这些钱是不能省的。吃些止痛药吧。真没想到，妈会为我流眼泪。妈替这位女包扎，为你敷药，你是不是觉得这么多年来你所受的苦是值得的？我受的苦啊，算得了什么？当年爸爸做生意的时候赚了点钱，妈怎么说还是个少奶奶，生活无忧无虑。后来爸爸去世了，妈为了带大我们3兄弟，逼着出去工作，一天还得做2、3份工作才够生活费。她常常挨到吃饭的时候，手捧着饭碗还会发抖。有一次她生病了，她还撑着去替人家洗衣服，回到家里，脚一软就昏倒在地上。妈受的苦比起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知道，有时候你们会觉得妈不好，脾气坏，这都是生活逼出来的。我明白。我也知道，有时候你也觉得很委屈。不过我希望你体谅我，因为在我的心里，妈永远是第一。我希望她开开心心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她开开心心的，因为我知道，只要她快乐，你才会快乐。Auntie, is this the one? 哎呀，不是这样的，我要 Auntie, I 的 really 是 don't know 纱 what you 布 want.，纱布。 Auntie 啊，唐小姐，你来的正好。我说要买纱布，她又听不懂我说的。让我来吧。She would like to get some gauze. Oh, okay, I go and get it. 真的谢谢你了。不用客气，你受伤了。不是，是我大儿子传家，他昨天差一点被车撞到，掉进了水沟里，摔伤了。那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去看医生啊？有，医生叫他每天要换纱布，家里又没有了，我就出来买了。那你要叫他好好休息，不要那么快回去工作。我说了他好几次了，可是他要听才行啊。啊，人老了真的是没有用。你别这么说，其实人的身体就和机器一样，用久了就自然需要维修。所以呢，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健康，多运动。就算年纪大了，也未必会多病的啊。但是我的病，是我在年轻时挨坏的，现在就算补救，都来不及了。虽然是这样，你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这样病痛就会少一点，人也会开心一点啊。我也知道人老了，生老病死是一定的。可是我现在得了这个富贵病，医药费又这么高，我害到几个儿子有很重的负担。你大儿子那么孝顺，他不会怪你的。不是他怪我，是我自己怪我自己。我以为我挨了半辈子就可以享福，谁知道却得到这种病。我真的宁愿
生那种马上死掉的病，就不会增加家里的负担。尤其是我大儿子，他整天都要为我的医药费奔波劳累。其实，传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在我结婚几年之后，一直没有孩子，我心里很急。人家说给我听，只要领养一个孩子，就可以冲冲喜，所以我就领养了传家，后来生了传业。我承认，我对2个亲生孩子是比较偏心，因为我觉得传业才是我的长子嫡孙。我虽然跟大儿子住，但是我的心一直都向着2个儿子。常听到老人家说，他说你最不疼的孩子，这个孩子往往就是最孝顺的。传家真的很孝顺。我这次生病之后，我现在才发觉，传家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他自从被公司裁退以后，为了负担家里，为了我的医药费，他家2班得事，每天都不够休息。今天看到他受伤回来，我的心真是好痛好痛。是我连累了他，我真希望我能够早点死掉，那我的儿子就不用挨得这么辛苦了。今天这一餐我请，你想吃什么尽管叫。哇，你有这么好啊？要搞什么花样啊？请我的好兄弟吃一餐不可以吗？有什么要求直接说吧。果然了解我啊！当然了。那吃完了这一餐，我6个月之内是不是可以不交房租啊？哇，你很会算哦，这样随便吃一下6个月就不用交房租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一餐只当做是利息，然后房租我6个月之后再慢慢还你，可以吗？哇，你不是这样吧？大家一场兄弟，如果不是为了我妈跟大哥，我也不会求你啦。跟你闹着玩的啦，就算你不开口的话，我也打算不跟你收房租的。谢谢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嘿，你不要感动到这样啊！我是不吃这一套的。哎呦，什么？不要动！请问2位要点什么？哦，那你要吃什么？今晚点啊。你说的啊。啊，我要一个龙虾汤加2个咖喱 bread， 一个意大利面，还有一个 apple pie 加 ice cream， 还有 cheesecake， 再来一个可乐。你要什么？我要1杯热茶跟1个鸡肉三明治就可以了。暂时就这样啦。啊，谢谢你。暂时？嗯。你点那么多东西吃得完吗？全部都是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你不要吃那么多啊。哎呀，我只是比平常点的多一点点而已嘛，有什么好担心的？放心吧，这一餐由我请，等你有钱之后你再请回我喽。我不是说钱的问题，你不是答应过书里饮食要均衡，不可以暴饮暴食的吗？你当时还说可以做得到。哎呀，等一下啊！木西，
我当然知道是你啦。哦，我在跟川国一起吃午餐。对了，那个新的手机游戏哦，我已经 download 了，你要不要？我传给你咯。啊，你有新的 ？OK， 我们就可以交换咯。哦，你要去吃午餐的？好吧，等一下我 SMS 给你 ，OK，拜拜。Hello， 微微啊，你们最近好像来往的蛮密的哦，连午餐时间也通电话。切，哎，你看，这个是微微传给我的简讯，可爱吗？哇，已经发展到传可爱 SMS 的阶段。讲什么？传 SMS 怎么会有分阶段的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呢？好，你不要乱讲话哈！就算你随便乱讲的话，我也不会放弃追苏丽的。我跟你讲，我是不会放弃任何机会的 ，OK？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你二哥啊，拉拉，我这辈子呢只有2个兄弟，一个就是我大哥，另外一个就是你。那些连妈都不顾的人呢，我不会认他做兄弟的。Steady brother 啊！传国，你说什么？我在说有的人没有良心，不给钱妈洗肾。谁不给了？你什么时候给啊？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每个月都给啊。你给什么？你有给才怪啊！是我上次是说妈的事以后不用你管，可是我真的很佩服你，你居然可以做得到。现在大哥被裁了，你明知道他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还不肯给钱。你是说大哥没有拿到钱？不止这个月，上个月也没有。大哥现在加了2班德士，累到差点出车祸，你知道吗？这些我真的不知道。那大哥他现在怎么样啊？连妈你都不关心，你还关心大哥？如果那些钱我不是留给妈当医药费，我早就登报纸跟你脱离关系。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跟你说了。不跟我说，被我说中了，心虚啊！哎，brother，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不是真的啊？我说什么？我说那么多。哎呀，跟你二哥脱离关系喽。不够钱的话，我可以借你的。开玩笑啦啊！不要生气。哎，韩妮啊，妈的费用你交给大哥了没有？这个啊，哎，美珊，那份合约书印出来了没有？哦，就好了。哎，韩妮啊，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好不好 ？OK， 拜拜。小树啊，这是花生鸡脚汤，趁热喝吧。谢谢大嫂，酒给大哥补脚的吧？这鸡脚是马早上在巴萨买的。今天我见到鸡脚便宜，就买回来炖汤给你们喝，补一补。妈妈，你不要喝吗？我不能喝太多水，你喝吧。那鸡脚给你吃。我不吃鸡脚。妈妈，其实哥哥怕吃鸡脚。哪有？你不要乱说。以前的大人跟小孩子说啊，不能够吃鸡脚，要不然写字啊会发抖啊。真的吗？因为啊，一只鸡只有2只脚，大人想吃啊，只好骗小孩喽。妈好。原来是这样的，我还以为是真的呢，所以每次啊都把鸡脚让给大哥吃。你现在吃多点了。哎，妈，唐小姐来了。哦，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探望安提的，顺便带一个消息来。什么消息啊？哦，我已经把你们家里的状况告诉了 NKF。那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会尽快安排时间见你们的。那你说有希望了。太好了。你们需要把你们家里的困境告诉 NKF， 我相信他们会尽量帮助你们的。唐小姐，你这么帮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不用客气，举手之劳罢了。我听说你的脚受伤了，现在怎么样了？看了医生，已经没事了。唐小姐，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吃饭吧。哦，不用了。是啊，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在这里吃顿饭吧。对啊，我大嫂的厨艺很好的。那好吧。那我去开饭了。我帮你吧。哎，不用，你是客人嘛。来，坐。哎，怎么没有叫人啊？苏丽姐姐。哎，立中丽你在准备考试吧？是啊，他们的功课越来越难了，还好雅果啊常常上来跟他们补习。那你们有没有信心呢？有。他们2个比我小的时候更加用功，更加聪明。
考试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对不对啊？对。对呀，书读得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嘛。如果要找到好的工作，就一定要上大学，成绩当然要好啦。是啊，我们要好好读书，上大学，以后赚很多很多的钱，给爸爸妈妈还有妈妈。只要你们尽了力啊，身体健健康康啊，爸爸妈妈就高兴了。大家进来，是。谢谢。你看看你的脚还没好啊，你还是别去开工了。不行啊，妈，我还想早点上班呢。其实呢，我可以教你做一些简单的复健运动，这样能够帮助你的脚早点康复。是真的吗？如果能够很快的好起来，我可以天天做的。那倒不用，不过要等到你的脚完全康复之后呢，才可以做的。所以在这之前呢，你应该听安提的话，在家里多多休息。唐小姐是专业人士啊，你应该听唐小姐讲的话。大哥多休息几天吧，家里有我。是啊，那传国都这么说了，你就多休息几天吧。是啊，爸，你跟我们说要听妈妈的话，你自己又不听。对呀，爸，妈妈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好了好了，都听你们的，该满意了吧？可以吃饭了。好，唐小姐吃饭。吃饭啊，来。谢谢你对我妈的帮忙，还说服了我大哥多休息几天。我看到你大哥那么孝顺你妈，我真的很感动。尤其是当我知道她不是你妈亲生的，我更加的敬佩她。其实是不是亲生一点都不重要。你看我二哥，他是我妈亲生的，可是一点亲情都不讲，连洗肾费也不肯给。最好他儿子也有样学样，等他老了也这样对他。有时候父母忘了自己有孩子，当他们对自己父母不好的时候，给孩子看到了，就成为了个坏榜样。你也看到了，立中立林又乖又听话，他那个儿子早就被宠得不像话了，长大了一定会像他那样无情无义的。你们都是一家人，很多事情是不能够斤斤计较的。我不是在跟他计较什么，只不过照顾妈是大家的责任，连你都这么热心帮忙，他怎么可以无动于衷的？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你已经帮了很多了。话说回来，你平时工作那么忙，难得你还可以抽时间去当义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当义工了。那个时候我发现，只要你付出一点时间，就可以帮助到别人。看到他们那么开心，我也很开心。后来到 NKF 工作，就顺理成章当上了义工。这么有意义的事，我也想试一试。你？怎么？你怀疑我的诚意啊？我知道我平时是爱乱说话，不过我也可以帮助别人的。很多人最初呢凭着3分钟热度说要当义工，可是做了不久后就放弃了。当义工呢，最重要是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你那么没有耐性，不适合。不会的，我会坚持下去的。就好像帮阿和那样，我也可以帮助别人的。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下一次就来看看我们的一些活动，到时候我们再说吧。好啊，你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到的。好啊。喊你，我也是问你。哎呀，干什么？人家睡了。我问你，妈这个月的洗肾费还有家用，你交给大哥了没有？没有交。上来传国不是说妈的事我们不用再理了吗？原来你真的没有交给大哥啊？没有就是没有，是他们自己说不要的。你这么大声干嘛？他们虽然是这么说，可是妈洗肾也要用钱的，你为什么这么做？等到他们开口要的时候，我们才给也不迟啊。你也知道大哥不会向我开口的。他不会向你开口，你怎么知道？我今天遇到传国，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在大庭广众跟我吵，还差点让有人看见了。如果传到公司里去，你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哦，原来在外面受了传国的气，回来就找我出气。他们说不给我就不给啊。我们家开销这么大，我还嫌不够呢。难道我们不用吃吗？吃什么？维他命丸还是健康食品啊？
还有你那些什么化妆品、护肤品，你每个月乱花在这些地方的钱还嫌少啊？是啊是啊，我很喜欢花钱呐。你很有钱是吗？你很喜欢给是吗？那好啊，房子啊、车子啊、钱啊，全部给他们，我什么都不管了。你不可理喻。 Kathy, where's Mom and Jerry? Mom went to work, Jerry went to school. So what you want to eat for breakfast? Did Mom tell you? No, she hurried to work. She didn't tell me. Okay, give me a cheese omelette, please. Okay.喂，大哥，传业啊，听说你受伤了，没事吧？哦，那今天晚上我过来一下。那今天晚上再说。喂 ，Mr. Lee 啊，好，我现在马上回来。Kathy, forget about breakfast. Okay, sir. Sir. Honey. 哎，我知道，进来 ，Mr. Lee。你知道你临安园示范单位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也是今天才发现的，我也想办法解决。我已经跟设计师约好了，我会跟他们讨论要怎样解决。我不管你怎么做，总之呢，在明天公益推出之前呢，我要你把所有的问题给我解决掉。我知道，我会尽力的。我要的不只是尽力，而是成绩。是的 ，Mr. Lee。Steve， 怎么样？搞不搞得定？我老板就要来了。放心好了，没问题的，一定赶给你。好。来，快点，东西放这里。Fred， 搞什么？怎么还没弄好啊 ？Steven 呢？在里面。哎，奇怪。喂，你说2天前会好的，你看现在家私都还没进来。家私的续费还没到。我明天就要 launch 的，如果家私还没到，你想办法嘛。OK， 我会马上想办法，好不好？变通一下，无论如何，今天我要看这个示范单位全部弄好，可以不可以 ？OK， 我马上去解决。OK。哎，来。Boss。报价单。怎么后面的价码都还没改啊？我想。想什么？如果今天没有改好，不要下班。你又怎么样了？印刷厂那里说，我们要换的传单的颜色和字样，今天恐怕来不及。你不要跟我说来不及啊！这件事情是由你负责，你叫他们加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今天跟我搞好。OK？ Hello，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这个产品的 concept 已经通过了，客户很满意，广告呢已经排期要拍了。Yes， 哎，Irene， 我们最近这么辛苦，你是不是应该有一点表示啊？要我请吃饭啊，没问题。不过我今天没有空，改天吧。我宁愿你加我们薪水啊。是啊，为什么说？加薪水的权利我就没有，不过呢，送东西的权利我还有。待会来我的 office， 我还有1箱客户送来的产品，你们几个拿去分啊，哈。拜拜。拜。怎么今天会突然间请我吃饭啊？对了，有东西要送给你的。那这是什么啊？这是我的战利品。我现在在帮这系列的产品做广告，因为广告商很满意我的构思，所以就把这些产品送给我用。那我就借花献佛，把它们送给你哦。这是你辛苦工作得来的回报，送给我怎么好意思呢？没关系的，反正这些东西我都用不着的。那谢谢你了。谢谢。谢谢。看来你挺喜欢你的工作了嘛。虽然有时候是辛苦了一点，可是真的很开心的，就好像这个广告一样，我跟我的同事啊都不知道挨了多少个通宵才想出这个构思的。等到广告拍成之后啊，满足感就更大了。
什么一直看着我吃啊？你自己不吃啊？没有，我有一种被骗的感觉。什么被骗的感觉？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要注意饮食，讲到好像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我差点被你说到去吃斋，你知不知道？可是我现在却看着你大口大口的吃着牛扒。是，我是说过要注意饮食。不过我们都是人嘛，看到美食怎么会不心动呢？凡事呢，只要适可而止，不过量就没有问题啦。再说，今天有人请客，如果不好好吃一顿的话，不是很对不起自己吗？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上当了。什么？我只叫了个牛扒。等一下呢，我还想叫个草莓蛋糕，还有香草雪糕呢。真的？你吃得完吗？骗你的啦！我刚刚不是说过吃东西要适可而止吗？看来你今天胃口不错。最近啊，我工作那么忙，一直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吃一顿的。再说呢，我的胃口也不是常常都这么好的。当然，你要看是跟谁一起吃饭嘛。哎，刚才吃那么饱，要不要走一走，消化一下？才不要啊！这里那么舒服，我要好好享受，轻松一下。是吃饱就这样坐着？看来你也有不健康的时候啊。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啊？那不是吗？平时你最喜欢告诉别人，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做的。没想到你有活泼的一面嘛。喂，你不要这样说我好不好？平时面对病人一定要严肃一点的，总不能叫我心下来对着人家，对吗？那也是。不过我还是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又不是我的病人，除了饮食习惯有点不好之外，身体健康，我干嘛要对你板着脸啊？好，以后为了可以经常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决定保持我的身体健康。其实呢，我小时候也是胖嘟嘟的。不会吧？骗你干什么？我妈是当护士的，后来觉得我太胖，吃得很不健康，检讨了我的饮食习惯后，我才慢慢瘦下来的。好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的秘密了。原来你以前是个小胖妹。那是以前，现在我可是很苗条的哦。还很漂亮。那是因为我平时有运动吗？其实我也有。是吗？那你多久前才去运动啊？上个星期吧。其实呢，每个人一个星期至少运动3次或更多，时间不用太长的啊，30到45分钟就可以了。最重要呢是要持之以恒。好，从明天开始我会好好注意我的饮食，然后再勤加运动。那是你说的哦。Yes 。不要等了，去睡了，他不会来的。他早上明明说好晚上会来的。妈，你不是睡了吗？是啊。我睡不着，听到有声音就出来看电视喽。你们都别等了，二叔是不会来的。
我只是不想你们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啊！你看现在几点了？都这么晚了，他要来早就来了。慧霞说的对，我进去睡了。船家，你也不要等了，去睡吧。睡吧。喂，这么早起床？不要吵我了，让我多睡一下。等一下我要去晨运的啊。我没听错吧？你去晨运？平时你这个时候啊还在徽州工的，今天为什么去晨运呢？都是微微咯，她约了我，让我7早8早起来。你很听微微的话哦，她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像你自己。喂，你不要乱讲话哦！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健康着想的，不是为了她的哦。你看，每次提到她，你就那么紧张。我是怕你乱讲话吗？我跟她只是比较谈得来的好朋友哎，你不要胡思乱想啊。有多谈得来啊？说来听听。我才懒得理你，我去洗脸的啦。喂，等一下我上去我大哥家帮忙做百纳贝，你跟微微晨运完之后可以过来帮忙啊。哎呀，这种出卖劳力不赚钱的工作我是不会做的。我早知道你这样说，你早知道你就问。那大家兄弟一场，当然要问一下的嘛，说不定你会带微微一起来呢。哦，神经病啊你 ！Hello， 我来喽。大家好。哎，微微你也来啊？微微你来啊？你说不来？是他要我来的吗？我想来帮大家嘛，我还买了苹果来打气的。哎呀，微微真是细心哦。微微，来这边帮我。来，好啊。我切苹果给大家吃。哦，谢谢你。怎么做的？帮你切吧。走喽。来。你又说不来？微微要我来，我也没有办法的嘛。你很听你好朋友的话。你又想说什么啊？没有啊，好朋友吗？切你的苹果啦！怎么了？哎呦，流血了，我去拿胶布啊。没事的，没事的。怎么了？哦，哇，我只是给针刺到罢了。痛不痛啊？不痛。哎呀，没事的，我还要赶工啊。哎，珍姐，啊，微微，你胶布。哎，来，我来，谢谢。来，还是先拿胶布啊。都说没事了。可以的，一定要粘的。哎呀，没事的啦。可以一定要粘的啦。大家吃点苹果吧，好吗？谢谢。你看什么看呢？你从楼上看到现在，你还看不够啊？你是不是喜欢他追她？我是男的，她是女的，我要追她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啦。What's wrong？ Nothing wrong。那你追人要积极一点，就好像微微这么好的女孩子，人又漂亮又有爱心，对人又温柔体贴，很多人追的。我也不错嘛。说到人才，我也有人才啊。我也是聪明机智，口齿伶俐。说到钱财，我至少也有自己的房子嘛。啊，我也很不错，对不对？哎，你只说对了一半。说人才呢，还勉强说得过去了。不钱财，钱又不是你的，是你家的吗？
那大家是好朋友，我才坦白跟你说的。做朋友呢，你是超分数及格，可是做别人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还差得远。我的，你不用这样泼冷水的吧？我真的有那么差咩？我不是泼你冷水，可是你想一想你自己，平时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又游手好闲，有没有一份工作你是做过超过3个月的？没有吗？你这样怎么追人家啊？不过你又不用那么灰心，这只是你的缺点而已嘛，缺点改了就不是缺点啦。你现在找一份正当工作，然后找一个机会向薇薇表白就可以了。你说得倒容易啊，就算我愿意的话，薇薇也不知道对我有没有意思。哎，你明示也好，暗示也好，你不是永远不知道的吗？如果被拒绝的话，那我不是完蛋？你什么时候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的啊？你刚才不是说你很多优点的吗？一定可以的。真的？真的。喂，啊？你怎么这么安静啊？是吗？可能有点累吧。我还以为有些人怪我拉去做百折背呢。怎么会呢？能帮助别人，我最开心了。反而是你，你不用陪家人，不用陪男朋友的。我家人很支持我当义工。至于男朋友，我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那你理想的男朋友是怎么样的啊？说来给我听听，我可以帮你留意一下的。你很鸡婆啦！怎么会呢？我们是好朋友，我是关心你啊。说啦，说给我听听嘛，让我参考一下，让我知道女孩子喜欢的是怎么样的男孩子嘞。好啦好啦，样子嘛，一定要像郑彬辉那么酷酷的，还有陈志才那种潇洒活力。再来还有歌 mixing 的风趣幽默，最后还需要有一点点那个街舞的憨厚跟帅气。其实想想看，样子并不是很重要啊。哎，对，因为男人太好看，女人会没安全感。完全同意，是。所以嘛，男人呢最重要就是有上进心，对朋友要有爱心，对家人要关心。性格要细心，对女朋友一定要很贴心。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一份稳定工作。你刚才说的我全部都有嘞，我就是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就去找啊！你整天吊儿郎当的，一点都不正经。喂，你总不可能一辈子靠你父母亲吧？如果我现在找的话，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啊！那你要不要帮我？我帮你？对呀，你看你公司需不需要人帮我介绍一下喽？现在房地产是熊市，需要进场的时候，你们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价钱买这样的地段，其实真的太划算了，而且我们有低于的房屋贷款。这里是厨房。这附近有名校，又有地铁，设施齐全，最适合你们夫妻俩了。来，这是主人房，请看看。宁安园在那个地点不算贵了，而且如果你现在买的话，它有特别的配套。来，这边坐，慢仔细点。你看，这是我们公司提供最新的低利率贷款配套，第一批买者呢可享有15%的折扣。今天的业绩还算不错啊。希望明天的成绩会更好。啊，那我们明天见吧。好，明天见。拜拜。拜拜。怎么样？要不要去吃夜宵？不要了，都累死了。是啊。你们呢？好吧，那我们明天见了。拜拜。拜拜。拜拜 ，boss。拜。当幸福转弯，一切都变样。我要
生。